大家好，我係菲入，今日要同大家講下聯儲局會議聲明啦，分析佢嘅內容嘅細微嘅變化，市場對利率嘅變化嘅最新預期，同埋以投票結果帶嚟嘅深層啟示。咁我哋而家開始啦。聯儲局喺7月嘅會議咧就決定維持個聯邦基金喺4.25到4.5厘嘅區間不變啦。呢個係自2024年嚟咧第5次保持利率穩定噶啦，反映聯儲局喺經濟唔確定嘅情況底下咧都仲係採取謹慎嘅態度噶。同6月嘅聲明相比咧，7月嘅聲明咧有幾處嘅關鍵變化。咁我哋同大家講一講。首先啦，經濟增長嘅描述啦，從6月咧嘅經濟活動咧以穩步步伐嘅擴張咧，就調整為呢個今年上半年嘅增長就有啲緩慢啦。呢個措辭嘅變化就顯示嘅聯儲局對經濟表現嘅睇法咧就變得保守啲啦。可能係受到近期經濟數據嘅影響，例如可能係工業生產放緩、消費支出變得疲弱啊，或者係外部貿易嘅政策不確定性。呢啲措辭嘅轉變啊，就係聯儲局正係重新評估呢個經濟增長嘅動能，特別喺全球經濟環境複雜嘅背景之下啦。勞動市場方面啦，聲明繼續描述為穩健啦，同6月一致啊，顯示就業數據咧依然強勁啊，例如失業率咧都仲係保持喺低位，新增就業穩定。但係聲明咧未有具體咁提及呢個勞動市場指標啦，暗示聯儲局對就業市場嘅信心都未變嘅，但亦都係密切監管呢個潛在風險。通脹方面啦，聲明指出通脹咧仍然略高喎，同6月嘅措辭都仲係相同嘅，表明聯儲局認為通脹雖然有進展啦，但係仍然未能夠穩定咁達到2% 嘅長期目標。值得注意嘅係啦，聲明強調經濟前景嘅不確定性仍然較高啦。呢個不僅係延續咗6月嘅謹慎語氣啦，仲可能係反映出對潛在風險嘅關注，例如地緣政治緊張嘅局勢啦、貿易政策嘅變化啦，同埋能源價格嘅波動。整體嚟講啦，聯儲局嘅聲明咧顯示佢以呢個數據為依據啦，平衡就業同埋通脹呢個雙重目標，並且為未來策略嘅調整咧保留一啲靈活性。接住落嚟，我哋就聚焦睇一睇聯儲局利率決策嘅預期啦，特別係2025年9月啦同埋10月嘅 FOMC 會議嘅降息嘅機率。通過呢個 CME FedWatch Tool 咧去進行呢個分析。睇翻7月30號嘅數據啊，市場好似對未來會議嘅預期咧就顯示出更加明顯嘅寬鬆傾向啦。具體嚟講啊，2025年9月17日嘅 FOMC 會議降息 0.25% 以上嘅機率咧就係 44.2% 嘅，呢個就可能表明咧9月係減息嘅起點啦，反映咧投資者預期經濟增長可能放緩啦，或者通脹咧就進一步向翻2% 啦。影響呢個預期嘅因素就包括啦，核心 PCE 通脹會唔會持續下降啦，就業數據會唔會疲軟啦，或者係貿易政策對通脹嘅潛在影響啦。如果咧9月之前嘅經濟數據顯示進一步放緩啦，或者通脹壓力減輕咧，咁降息嘅概率就肯定會進一步提升噶啦。對於2025年10月 FOMC 會議啦，市場預計嘅聯邦基金利率去到呢個3.75至4厘嘅機率咧，就達到呢個37.2% 添嘅。咁樣意味住今年咧仲有機會實現2次減 0.25% 嘅喎。呢個數據都表明啦，市場對年底實現呢個最少1至2次嘅降息嘅預期咧就較強啦。特別係如果經濟數據支持寬鬆政策咧，市場預期咧2025年底咧係大概有44個基點嘅降息，就大概係相當2次嘅 0.25% 嘅降息，同12月嘅概率咧其實大致都一致嘅喎。整體嚟講咧 ，CME FedWatch 咧都係反映出咧聯儲局嘅對減息咧可能都係審慎樂觀嘅。9月就好大機會開始減息，而10月再唔再減咧，就要睇個趨勢啦。具體嚟講咧，可能要睇翻未來嗰幾個月嘅經濟數據啦。咁呢次嘅投票都有參考嘅地方嘅喎。喺12個 FOMC 委員裏面咧，11個出席啦，1個缺席㗎。喺出席嘅委員當中咧，9個人支持維持利率不變啦，但有2個委員咧就提出異議啦，就投票係支持降息 0.25%。呢個係自1993年嚟首次有超過1名嘅委員提出異議㗎，顯示聯儲局內部對呢個貨幣政策嘅睇法咧都出現咗分歧喎。呢2票降息嘅異議咧，表明部分委員咧對經濟放緩嘅憂慮就加劇啦，可能為未來降息鋪平道路啦。總括嚟講咧，聯儲局7月嘅聲明同投票結果咧顯示出謹慎啦同埋分歧並存嘅局面㗎。經濟增長放緩嘅措辭啦，同埋市場對年內降息嘅預期咧，顯示聯儲局都正在面臨平衡經濟風險嘅挑戰。2名委員咧嘅降息異議咧，亦都為未來政策轉向咧埋下伏筆，而市場咧都密切關注住未來數據嘅表現啦。咁可以繼續留意翻我 channel 嘅分析，一路咧都會為大家帶來更加嘅資訊嘅。我係飛入，下次見，拜拜。